非洲土豪尼日利亚日前再度采购了一大批中国装备，其中不只有一大批陆上军车，甚至还有海中的潜艇。一起来看看具体情况如何。Hello， 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众所周知，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世界军贸市场占据着绝大部分的份额，尤其是针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因为这些国家没有能力制造先进的武器装备。但是西方的武器虽然先进，但是往往价格高昂，让本来经济实力就不充裕的发展中国家苦不堪言。比如常见美国 F-16 战斗机，美国的外售价格超过了1亿多美元，而比 F-16 强得多的中国隐形战机歼20，解放军自用同样也是这个采购价格。而且西方对于其他买家还往往附加了很多非常离谱，甚至侵犯国家主权的附加条件。因此有不少国家选择了物美价廉的中国武器。这几年中国武器在国际上可谓是打出了名堂，有不少国家非常的信赖中国武器，如巴基斯坦、阿尔及利亚、泰国等国家。今天所说的这个国家也是中国武器的疯狂粉丝，几乎把中国武器从海陆空领域买了个遍。这个国家就是尼日利亚。近日据海外媒体报道，尼日利亚向中国订购的新一代国产 VP3 反地雷战车刚刚被尼日利亚军队接收。据外媒报道，这批 VP3 反地雷战车的总数是100辆，这是尼日利亚军队第2次购买这种战车。这种战车对于尼军方打击国内恐怖分子立下了汗马功劳。目前尼日利亚的国内恐怖问题较为突出，这些恐怖分子常常埋伏尼日利亚军队，常用的方式就是在公路边上安装地雷和简易爆炸装置，打击路过的政府军。由于政府军缺乏防护措施，恐怖分子用这种方式给政府军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因此引进一些反地雷战车就成为了尼日利亚政府军的当务之急。VP3 反地雷战车采用微型设计，可以极大地减少触雷之后的冲击波和伤害，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人员伤亡。车体还有装甲，可以防护恐怖分子发射的 7.62 毫米步枪子弹。因此这种战车一投入使用，就有效地减少了恐怖分子造成的伤亡，在实战之中表现出色。而尼日利亚海军也没有闲着。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中国已经和尼日利亚达成关于潜艇的军售协议。到2023年，尼日利亚海军将开始接收中国船舶公司在武汉造船厂建造的常规动力柴电潜艇。此型潜艇为中型潜艇，排水量在2000吨左右。尼日利亚海军接收此潜艇之后，将使尼日利亚拥有水下作战能力。当然，这些只是尼日利亚购买中国武器的冰山一角。前些时间，尼日利亚斥巨资从中国手中购买了 VT4 主战坦克、ST1 轮式突击炮、SH2 自行榴弹炮和 SH5 大口径卡车炮，这些都是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其中 VT4 是第3代主战坦克，综合性能与西方的 MEA2、俄罗斯的 T90AM 为同一档次的坦克，具备先进的猎歼火控系统，可以对周边一众国家装备的 T5455 坦克降维打击。好比你拿现代轻机枪对抗装备着碎发枪的敌人。ST1 突击炮也是，这种武器具备快速机动的能力，凭借100毫米火炮的威力，可以对尼日利亚的恐怖分子据点进行快速精确打击。此次尼日利亚的 SH2 和 SH 火炮也特别引人注目。SH2 是采用装甲车辆底盘的轮式自行122毫米榴弹炮，而 SH5 则是卡车上搭载一门105毫米轻型榴弹炮的快速火力支援系统。这两种火炮的机动性能非常的出色，并且具有高度信息化设备的加持，可以进行快速火炮支援作战，装备了火控计算机和综合数据处理系统，能够配合陆军地面部队对恐怖分子进行炮火覆盖，整个过程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对于尼日利亚军队来说，此举就是高射炮打蚊子。这种先进的火炮被用作打击恐怖分子，看起来稍微有点大材小用了。说完了海陆装备，虎妞顺道再给大家唠唠天上的战机。尼日利亚还向中国采购了枭龙战斗机，以 1.85 亿美元的价格购买了3架，据推测应该是枭龙 Block 3型。这是目前枭龙战机的最新款型号，具备超视距空战和发射 PL-15 硬型空空导弹的能力。
枭龙战机在尼日利亚周边基本上没有任何可以匹敌的对手，处于空战无敌状态。可以说，目前的尼日利亚军队就是一支正儿八经的中介军，海陆空的大型装备全部是国产的装备。不过此举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装备真的好，所以尼日利亚才会如此大量批发中国的武器，一次又一次当回头客。这也从侧面说明，中国的外贸武器装备水平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可。